上午一位32岁离异带娃的姐妹来找对象啊，哎呀，我让她气的她差点没给吐血啊！我问她想找什么样的，她说这个人呢，稳定工作，年薪30万以上，彩礼28万呢，要求市中心得有房子120平以上，全款而且得加名，带儿子改嫁，嫁人之后啊，不能上班啊，要负担女方的一切生活开支啊！我一听完啊，这血压直接就蹭的上去了啊！哎呀，我就瞪了一眼那池子里的王八，这今天这门咋给我看的呢？我问这姑娘自身条件啊，她说是32岁，大专学历，目前在家待业嘛，也找不着工作。娃4岁，离婚呢，前夫净身出户，车房都给她了，母子俩呢靠着前夫给的这个2万块钱的抚养费啊生活。听完我就很无奈的摇了摇头啊，完了，又是一个把我这当寺庙啊梦游来许愿的。她说自己离了好几年的，哎呀，就是嫁不出去了，很着急啊。我说你想找条件好的，当然嫁不出去了，那本身你自己条件还也不咋地啊。她说我自己这要求很正常啊，哎呀，她哪个朋友哪个闺蜜哪个亲戚的，哎呀，好几婚的依然嫁得很好，说我鼠目寸光。哎呀，那是啊，那网上那些鸡汤多了去了，都是励志的。80岁老太太带重孙子出嫁，彩礼都能要个几十万的，你为啥就没嫁出去呢？好几年了，连个正经工作都没有，觉得养不起自己和孩子了，就想找一个男人给自己提供居住和生活费。哎呀，真的是会做梦啊！这个男人就是一个大冤种提款机啊！但凡你独立一些，性格温柔，善解人意，帮对方啊力所能及的做一些事情，而不是一味的只索取不付出啊，一定会有一个男人啊愿意善待你跟孩子的。要是你只是图人家条件，哎呀，还没一个做生意交换应有的操守，就有点太不要脸了吧？他听完觉得被打脸，有点疼啊，赶紧说呀，自己要求啊其实已经很放宽了啊，这男方如果真心对待他好的话，他也可以嫁。哎呀，可他这相了好几年了，还是没嫁不出去啊，他就愁啊。我一听，你要只是想嫁出去的话，你赶紧去农村啊，那大把的光棍都等着你嘞。前2天有个女的，人家都3婚了，带2个娃，一点都不愁嫁，在那里啊，照样一堆人抢着认识呢。这彩礼都要了38万，房子只写他自己的名。你这条件去了，简直了哈，那简直就是香饽饽啊！他一听啊，就跟我说，我怎么可能去农村呢？那给多少钱我也不去，那地方太破太烂了。行，你不去农村，你愿意认识那些有房有车离异带娃的男人也可以，照顾好老公，照顾好继子继女的。他听完呢还是不愿意，我自己都带一个孩子了啊，男方再带一个，家里开销太大了，生活肯定过不好，而且我也没精力照顾人家孩子。哦，听完我是懂了，你就是想找一个有车有房，工资高，高大帅气，对你还有你的孩子好的。可人这样完美的男人，你凭什么就认为他会想要认识一个长相一般身材一般还没个工作还带个男娃的你呢？给你养孩子是他自己孩子不香，还是他脑子瓦特了呀？他听完就很不愿意啊，说这人呢都是很现实的呀。那头婚的时候冲动嫁错人了，要钱没钱，要本事没本事，那就想着2婚找个条件好的呀。啊，我一听啊，你这年轻未婚的时候都没有找到这样的，这离异带娃就能找着了吗？咋离异还能给你镀了金镶了钻了？还是你有一身上得厅堂下得厨房温柔在床的本事了呀？哎呀，要啥本事啥没有，别净想这想那的。为啥你好几年都没有找到，一点都没有数吗？你嫁不出去就别怨儿子，带儿子再婚过得好的多了去了。先有个自我认知啊，啥条件咱就配个啥条件的，不想就低也别攀高。你别净想着占人便宜，像你这么自私的，哎呀，娶你的人，这祖宗气的呀，他都得从坟头里扒拉出来，头顶在冒烟呢。他听完特别不爽，就不愿意嘛。我怕他掀我桌子，我又晓之以情动之以理的劝了他好一会儿，先回去找份工作啊，把孩子照顾好嘛。这世道呀，多靠自己才有安全感。好了，散会。整天听我讲这么多道理，咋还这么异想天开的啊？我得回家吃降压药去，气得不轻啊。来啊，唠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啊，这个话题可能会跟你们有很多共鸣啊。相亲的门当户对到底是什么？你觉得对方家庭条件重要吗？就有个男士跟我咨询说呀，和女朋友谈了3年恋爱，压力是越来越大，精神呢直接是临近崩溃。男方是985本科，国企上班，年薪在20万左右，父母都是体制公务员。女友呢是小2岁，普通的2本私企行政，父母老家都是农村的，都在北京啊务工。有一个弟弟，兄妹2人呢都是留守儿童，跟着老人长大的，2人是朋友介绍，互相都很喜欢，也因为爱情走到一起。这个姑娘呢，因为受原生家庭的影响，有一些自卑啊，对待感情也总是小心翼翼，很敏感，看待问题啊，负面情绪啊总是很多。2人在一起嘛，他从来都没有看不起女友家的家庭条件，在他有负面情绪的时候，也都是一直鼓励陪伴，让他乐观起来。
可是随着相处的时间越来越长呢，她的敏感自卑啊，不仅仅让她自己心态不好，而且还经常影响着男士啊，搞得心态都跟着很爆炸，甚至影响休息和工作。经常处理她的小情绪，就让这个男士觉得很心累啊。谈了3年啊，男士说自己根本就不敢想象以后结婚，他要承担很大的经济压力之外，还要去接受这种精神上的折磨。于是就跟女友提了分手。一开始他确实是坚信自己只要心态好就能够影响他，带着他一起变好，但事实却是在一起之后发现女友非但没有变好，还影响着男士的状态是越来越糟糕。女友一遍遍的问分手是不是嫌自己家庭条件差，看不起自己。男友也是强调很多遍，不是嫌弃他的家庭条件不好，他觉得钱不够可以努力赚钱，那两人谈恋爱互相鼓励互相陪伴，感情和谐就好。但是他真的没有办法一边努力赚钱，一边还要去分出那么多的精力去照顾他的各种情绪问题。分了之后他突然明白为什么父母总是说门当户对，对的其实就是家庭关系和对方的成长环境，对方家庭幸福大概率也会少很多的烦心事。做了很多年的婚恋我见过很多这样的情侣他们有一个误区认为没有走到最后是因为对方看不起我，嫌弃我的家庭条件差。其实大多数感情破裂并不是因为家庭条件的，而是这个人在原生家庭的影响之下，你在对于过去20多年经历着怎样的人生，面对什么样的人，养成什么样的性格，这些是可以决定你看待未来的方式，以及面对人生的方式和怎样去跟人相处的。这些东西对于要和你步入婚姻的另一半来说的话，可能比金钱还要重要的。很多男人来找对象，他们的择偶标准其实对女方的家庭经济条件的好坏没有太多的要求。那直白点说他们往往在乎的不是女方家的条件，因为他觉得条件差人好就可以，他可以说服父母女方家庭不是那么重要，未来才是重要的。他通常可以面对世界上的很多压力，觉得多扛一点也不是什么难事儿。一个男人他不是无法接受这女方家里条件差，而是不能接受女方因为原生家庭的影响而养成的后天的很多的性格缺陷，内心深处的自卑、消极逃避恐慌自我等等的负面情绪。这种心态确实可以搞垮一个人的。即便一个曾经很爱你的人，当他心太累了是走不下去的。生活贫穷家庭条件差，它本身不是决定一个男人愿不愿意跟你结婚，而是家庭和贫困所带来的对心理上的负面塑造导致的性格差异，让人难以和你去相处，这才是很多男人放弃的根本原因。如果你从小家庭条件确实不好，那后天性格已经养成了，但是希望你一定要自信对自己的那种自信。尤其是你在谈感情的时候，你要有责任是为了自己，为了另一半去改变那些原生家庭所带来的烙印，意识到它的存在，然后尽可能的不让那些情绪去左右你的选择。感情出现危机的时候，先好好审视一下自己，是不是被一些不好的东西潜移默化的去影响到了。过去已经过去了，如果你不去解决那些东西一定会影响自己的未来。哎呀，麻烦现在的闺蜜你都对得起闺蜜这个称号吧？你们不是劝离婚就是劝分手，你真的是人家好朋友吗？有一个姑娘给我打电话说闺蜜闪婚她劝人家冷静，结果呢人家把她给拉黑了。她今年35岁未婚，有一个从小玩到大的好闺蜜，38岁了也未婚，是一名会计。这五一出去旅游认识了一位30岁的男士，就小了8岁嘛，工程师两人认识了3天确认关系，谈了1个周就开始同居嘛。这个月呢，人闺蜜就跟她说两人领证了，听得她是一愣一愣觉得不可思议。她就劝着闺蜜一定要冷静的想清楚，这闪婚的结果它就是闪离。人闺蜜说自己已经领证了不可能离婚的，说这个闪婚呢，她也不一定会不幸福呀。她就脑子缺根弦，给人举例子，谁闪婚不久就离婚了。听得这闺蜜也挺上火的，回去就给她拉黑了，说两人以后不再是朋友，不再联系，把这姑娘给气的好心没好报不听劝早晚黄。听完哎呦我去有句话叫防火防盗防闺蜜这话没毛病。那结了婚的老爷们有关注我的，你们想想自己周边有没有这类闺蜜的经验我就不多讲了。这种闺蜜真的是有毒打着为你好的名义，处处看你热闹。人家都38岁了，这个年纪能遇到个头婚还小了8岁的，你管人是不是真爱？反正人家就是比你命好。人都领证了，你还去说人家坏话，给人拆台，你咋就那么膈应人呢？咋的？就得找个差不多年龄的离婚拖家带口的，你就觉得舒服了呗？还是拖到40岁没嫁出去，你作为闺蜜你就开心了是吧？她跟我解释说闪婚太快了，没了解一个人就结婚这婚姻肯定不靠谱。可拉倒吧婚姻靠不靠谱它不是时间问题，那是人的问题。有多少3天也领证的过的人家也很幸福呀，有多少3年领证的照样有很多过得一地鸡毛的。
有些闺蜜你们要听清楚啊，这人教人呢教不会，事儿教人呢一遍就会。她过得幸不幸福，自然有这件事情来给她结果教她，你就少管了。人家就算撞了南墙不回头，也跟你没有关系。她说我不放心，哎呀，毕竟是我的好朋友啊，我不希望这个闺蜜跳火坑。我听着就觉得忒假了吧？你啥心思你自己琢磨。好的闺蜜啊，也没你这样的。你替人家想想，以她这个条件，在相亲市场上都没有多少头婚能够要的了。拜托呀，38岁了，说点现实的，同龄离婚的男人，但凡条件好一点的，都想找个30岁的。你闺蜜是不会变老，还是家大业大能躺平3代的？就这年纪能遇到个小8岁的小伙子，哎，个子高，长得还帅啊，不嫌弃他年龄大，还愿意跟他领证的，你问问多少男人敢这么做的？人小伙子相亲市场是缺人吗？那张爱玲说过那啥啊？我忘了，反正人这种爱情，显得你搁这中间当好人了啊。人俩人都领证了啊，搁这喜事跟你说呢，你怎么就那么丧么人啊？闪婚还得离的。这姑娘听了就开始说啊，这男人这不好那不好啊，又是长得丑，又是家里条件差的啊。哎呀，听得我都很烦。就算他过得不好，那狗血剧情啊，那被出轨了，被嫌弃了等等，那是他自己的决定。你担心呢，我理解是出于情分，但是你别逾越你们的关系。他是38岁，不是18岁，也不是88岁了。他有自己的判断能力，他要做什么样的选择，可能会遇到什么样的结果，付出什么样的代价。他不是没有权衡利弊过的。你怎么就敢说人家遇到这个就不会幸福啊？婚姻啊是2个人之间的事情，过得好的话，别人可能会知道为什么，但过得不好，旁观者也未必清楚的。所以啊，奉劝那些老婆嘴啊，安分守己一点，多管管自己，别到时候手伸的那么长。更何况你闺蜜是满心欢喜的跟你分享结婚喜悦的，希望得到祝福的。这个时候聪明点，送上自己的祝福，她需要的是你的鼓励和陪伴，不是你掺和一脚啊，弄得你自己也里外不是人的。哎呀，我就烦这种人，烦死了。哎呀，相亲最痛苦的莫过于是给大龄男女介绍对象啊，因为你就不知道他们随时会因为点啥干一仗。我给一对大龄男女介绍对象啊，相亲5个月呀，男方呢是吃喝拉撒全管了，满心期待去表白，女方回复呀，哎呀，不好意思啊，我对你没感觉，气的男方是撂挑子不干了，没感觉你早干啥去了？舔了你5个月呀啊，你说你这良心不痛吗？大姑娘一句，我只有看到你的表现，我才能知道有没有感觉，对吧？于是呀，这男士一纸诉状向我讨个公道。男方是92年的啊，今年31岁，985本科，在国企工作，年收入10万左右，父母啊是农村的，市里啊好不容易交了个首付啊，这个贷款买了一套房子。女方呢32岁，比男士还大了1岁啊，身材保养确实挺好，2本这个本科院校啊，私立学校当老师，年收入在7、8万，没车没房，父母也是农村的，还有个弟弟。刚见面啊，2人的聊的确实不错，印象也都很好，反馈也都很积极。见面之后啊，这男士啊一有时间就主动约这个女方，带她是吃喝玩乐啊，送她小礼物，花了她也小几千块钱了。姑娘呢都不拒绝，按照这个节奏啊，2个人在一起的概率啊，它是非常大的。但随着认识时间变长啊，男方啊就开始有些不太满意了。哎，因为每次都是他主动约这个女方，女方从来不主动找他聊天或者是约他。另外啊，这么长时间了，约他也有个10回8回了，每次都是男士买单，女方从来不主动表示，那这意见啊，他就比较多了嘛。上个月呢，这个男士就想着，哎呀，认识这么久了，该确认关系了吧？他就主动在过马路的时候去拉这个姑娘的手，结果人这姑娘无情啊，直接把男士的手给甩开了。男士当时就觉得很尴尬呀，主动问这个女方，你是不是不喜欢自己？人这姑娘说啊，你人很好，就是现在呀，我没太有感觉，再相处看看。好吗？就这样又追了1个多月呀。昨天啊，这男士就想着啊，这不端午节了，就买了一堆东西啊，给女方送过去，到他楼下嘛。结果这女方出来拿东西就要准备走啊，男士拉住这个姑娘，就表白啊，说自己啊喜欢你很久了，愿意去真心的待你，希望你能够做我的女朋友。这个姑娘呢，听完也是原地啊考虑了一下，转身跟这个男士说呀，我对你啊还是没有感觉，要不你别浪费时间在我身上了，你去找别人吧，也别耽误你了。这话一出啊，男士就问啊，怎么刚认识的时候你不说呀？追了5个多月了，我都给你花了那么多钱了，你说没感觉？这姑娘听了也不满意啊，嫌他态度不好。你追求别人总是要付出成本吧？我也付出了5个多月呀。再说我们俩刚认识，我怎么有感觉？我只有相处一段时间才能够发现你对我好不好，我再看看有没有感觉吧。就这样啊，男士气的是1把多给我买的东西啊，转身就走。姑娘也很生气啊，在后面就喊着，就你这样的娶不上老婆活该。气的男士也怼他哈，你嫁不出去也是你活该。好了，回来呢就给我打电话。哎，
听完呢，我也是服了啊！5个月呀，中国人民解放军都打赢3大战役了，胜利在望。你5个月连个女孩子的手都没牵上，你这是大智若愚吗？我后面打电话给这姑娘，我也生气啊！人男士追了你5个多月，你给拒绝了，于情于理你也得给个说法吧。她说呀，自己一看到男士就没有那种爱情的冲动。哎呀，听得我是真的无语啊！你都买来猪了，你才见猪圈，你早干嘛去了呀？你都这么大人了，白耽误这半年啊！这姑娘说呀，我也浪费了半年呀，这谈恋爱哪有刚一见面就确认关系了？哎呀，听完我说啊，你挑你选啊，这是没的问题，但你不能不喜欢还吊着别人吧，这事就不对了呀。他说我没吊着，哎，我就是感觉没感觉，我就是想考察看看呀，这有问题吗？我问他你想要什么感觉啊？他说呀，想找一个有领导力啊、有见识、有阅历还见多识广的人，尤其对那种一本正经侃侃而谈的人，就特别容易两眼冒星星。我劝他，哎呀，你快别冒星星了啊！这种男人啊，不止你喜欢，那谁听了谁不喜欢呀？这种男人同龄的早就结婚了吧，还等你捡漏呢。就算你能遇到他，你能 hold 得住他吗？你有那抗风险能力吗？你都32岁了，相亲也有3、5年了，为啥一直就没有合适的对象？你心里咋就这么没数呢？我看你是多大的屁股就穿多大的裤衩子，老老实实的找个合适的就行了吧。这姑娘听完就跟我说，没感觉坚决不将就。哎呀，这女人说的没感觉啊，一种呢是你的外表长相、经济实力啊、社会地位、社交能力等等各项指标都不咋地，没有吸引她的点，也就是说呀，是条件不行，人也不行。第二种呢，就是你条件还行，但人不行，哎，要么你长得磕碜啊，不咋地，嫌你丑嫌你矮，要么你就是你不大会撩她的情绪，不会和女孩子说话呀。那有些女人就评价你，哎呀，情商低下头。这种呢，她就不太舍得放弃你，因为你条件好呀。答应在一起啊，心里又觉得憋屈，因为不喜欢你啊，他就开始权衡利弊了啊，看能不能遇到更好的呀，先拖着你，或者能不能产生喜欢你的感觉。遇到这样的，给自己设置一个止损点，最多2个月，如果不同意啊，就抓紧放弃，千万别有幸存者偏差。哎呀，万一这个人同意了怎么办？哎呀，万一和我在一起了怎么办啊？别做梦啊！前1个月的相处已经决定了99%的概率，越往后越不可能，除非啊这人类灭绝就剩你俩了。好了啊，下课。老阿姨，我从事这么多年的婚恋行业啊，今天一次性给你们唠明白啊，相亲圈里是有些默认的规定的，不会相亲的好好看啊，以后呢我不会再讲了。哎，长话短说，咱们来好好听。相亲1个月还搞不定对方的呀，这1年啊你也搞不定了啊，该下一个就抓紧下一个，不排除真的慢热，但是最多不要超过2个月。2人刚开始加微信啊，这个聊天不宜过长，2到3天最多，抓紧见面。见面之后呢，对方对你如果爱答不理，哎，聊天呢也不热情，基本呢那就凉凉了，人家就是不喜欢你，不用猜啊。没见面之前的聊天啊，聊得越好越没有用，你喊宝贝都没有用，早点约出来见面啊，看对方是否会因为你的长相和感觉啊把你给 pass 掉了。相亲啊，不要傻呵呵的去问人家，哎呀，你喜不喜欢我？你对我感觉怎么样啊？对方喜不喜欢你？多问问自己，你和他约会了几次？他给你回复信息的速度，见面呢是否让你牵手？身体啊比语言更加诚实的。相亲啊，尽量少说话，多听听。哎，对方说什么你认可尊重就可以了，千万别反驳啊。男人呢一定要避免夸夸其谈，一味的去夸赞自己，对吧？要尽量的含蓄低调。女人呢尽量去避免一上来就问男人，哎，你家有车有房没有？这些物质条件。男人要礼貌举止得体，女人要懂得给男人面子。相亲见面呀，这个洒脱自然一点，不要去想那些结果，越紧张越客气，这事就越慌。结果无所谓，不成啊，咱就下一位嘛。相亲对象如果长相、经济条件都比较好，但是超过30多岁了还是未婚的，一般呢都是比较挑剔，是有原因的啊。高不成低不就，实际条件和他们在一个水平的对象啊，往往入不了他们的眼。男人呢，你如果条件在中等偏上，给你个建议啊，最好是选择长相过得去，但是头脑要清楚，言谈得体，有礼貌，情商较高的女人，不要只看脸了。女人呢说的没感觉啊，不是你为人不好，哎，而是你外表长相、经济实力、社会地位、文化程度和社交能力啊，各项指标都不咋地。女人呢也是看脸的啊，而且比你想象当中呢还要重要，基本都是属于看颜值的。尽量让自己的颜值啊最大化，提升自己的衣品。第一印象真的很重要，它真的可以决定90%的成功率。男人身上一定要香一香，可以增加很多的好感，男人魅力值。我给你们推荐一款淡香水型的赫恩冷水沐浴露啊，薄荷加冰块，还掺杂着蓝风铃的花香，那女人心中的这个理想初恋白月光啊，就这味道。
相亲的时候，你想一想，你坐在女生对面，身上还有着薄荷和蓝风铃的清香香味啊，随着体温散发呀，哎呀，那种若隐若现的味道，直接就可以把女生给拿捏的死死的。特别是在点餐的时候啊，拿着菜单呀给她看，或者是拉近一点距离啊，看吃哪一个的时候，这清香能够让对方的荷尔蒙直接冲头啊，好感度不唰的一下就起来了吗？姑娘整天要求的阳光少年啊，这不就出来了吗？好感度直接拉满。气味好闻呢，桃花运才会更旺啊。男生后背不是很容易长螨虫痘这些吗？这款沐浴露啊，它的清洁效果是有权威认证的，一瓶直接满足男生对清洁、除味和除香的3大需求。用上这个不仅能加快荷尔蒙的散发，在相亲市场上还更受欢迎，还能让你的皮肤呀更加顺滑。他家呢还有舞者和极地2款。舞者呢是花果香，会让人很容易的联想到活力、爱笑、性格很好的男性啊。极地这一款呢是淡淡的古龙香，一闻呢你就知道是成熟男人的魅力。如果相亲啊，我是建议你啊，冷水香和古龙香一起入手，不同场合你都能用得上，也可以啊替换使用。每一次见面啊都有不同的小惊喜，优惠券啊给你放在评论区了，大家也可以按照自己的喜好下手，然后约会或者相亲的时候啊洗一洗啊再出去。男女最佳的结婚年龄啊，基本都是在25到30岁，城市越偏远啊，结婚年龄都会越早。无论男女，如果你经济实力和长相一般，年纪大了都会很难找对象的，所以相亲趁早不趁晚啊，不要对自己的车房收入啊遮遮掩掩。相亲市场上不要去考验对方，有车有房就明说，年收入可以保守一点，但是不要相差太大，明码标价是相亲市场上的操守。不要让对方知道你是长期频繁去相亲，甚至相亲过很多次，这就意味着你的价值是比较低的。相亲市场呢拼的是心态，本质上呢是在比谁的短板少。相亲市场上的顶层都是一些事业有成的大叔和养眼的年轻姑娘，其他人呢多少都是有着自己的短板。入场之前先给自己打个评分，然后呢心态放平，做好随时被嫌弃的心理准备。最后送大家一句啊，这个市场上面爱而不得是常态，不要总是因为失败而难过，大家都一样的。今天我去给男方家提亲了，哎呦，老堵心了啊！刚回来，哎呀，那个气人呐！人女方父母当场提出要彩礼16万8，这个5金啊，不是3金啊，6万，哎，改口费1万，还有其他各种上门礼单等等。另外呢，要办2场婚礼啊，而且都是男方承担费用。再给女方购买一辆高档轿车，不能低于30万，反正杂七杂八加起来一共将近80万。男方当时就已经呆住了，这完全不能接受啊！你这不是宰人吗？他说自己只是一个普通上班族，那父母也都是普通人啊，攒了一辈子的钱，给自己好不容易买了个房子，和女友呢是谈恋爱6年呀，是1分存款也没攒下，根本就拿不出这80万呢。女方妈妈语气特别强硬。男人娶老婆花钱的都是天经地义啊！我女儿人好看，又年轻又在事业单位，那别人有的他也要有。我当时在现场，哎呀，听完那些要求啊，说实话啊，我都愣住了，真的，王八都不敢想那些事儿啊。我就问这个女方妈妈，你自己是做家政的，一个月赚5000，你这干了有快20年了，咱就不算上通货膨胀，你攒了有多少钱啊？那大叔呢是做瓦工的，你就算天天有活干，一天300，这20年你又攒了有多少钱？你让一个刚毕业2年、工作刚稳定的人呢，全家勒紧裤腰带给他买了房子，还要掏空家底，甚至举家外债，拿这么多钱娶你女儿吗？你觉得现实吗？人女方妈妈真的大言不惭说，我们要是有儿子那别说80万，就100万我们也得娶。你没钱那是你本事大小的事情。我问他，你觉得有多少人能够拿出这80万的？你女儿今年28岁了，咱说点现实的，如果一旦分手的话，对她来说是不是一种打击啊？咱都说呀，宁拆女做庙，不毁一桩婚呢。你这要求确实有点过分了。他绕开我的问题就一直在这举例子我们那一起干活的人闺女都家里有3套房子呢，光月租1个月都收了1万多。我就反听这些话之前呀，还有个说我们家村里这个寡妇嫁人彩礼都要20万的。你这说话的逻辑它是有毛病的。你羡慕，那你就去找有钱的，你干嘛找个没钱的，非得要跟人要钱呢？他妈倒是挺伶牙俐齿你说什么他都能给你怼回来。男方这边的意思说呀，自己可以想办法拿出30万来结婚。说到这句话的时候，人女方父亲一直不咋说话，突然从沙发起来，唰一下站起来了，也没打招呼开门就走了。那可能气的就剩他妈妈在这说30万这年头能干什么？人家彩礼多少一张口就要30万的，我们已经让步了。我就问女方，那咱陪嫁的礼单有什么？按照习俗来讲的话，这车应该是女方陪嫁过来吧？
刚说完这一句啊，他又打断我，人家有本事的男人还有女人买车吗？现在娶媳妇儿都困难，男方出车出房的太多了，别人能出你们也要出，反正啊你们要在现场啊能被女方家里人能给呛死。那姑娘呢是全程都不怎么说话啊，反正就听她爸妈的。哎呀，商讨到最后啊，女方呢也愿意退一步，女方家这边的婚礼他们自己承担，车子可以买到20万，这样呢只需要男方这承担50万就可以了，其他都不让。听完呀，这男方直接起身啊，你这事儿搁谁身上谁都生气吧，50万你当50块的。男方直接说啊，这婚我不结了，谁爱娶谁就娶，摔门啊就走了。哎呀，把我自己扔在那儿，我是很尴尬啊。就这样，两人的爱情啊，没有败给6年的感情，却败给了一场订婚。突然之间，我就特别感慨啊，为什么越来越多的男人都不愿意结婚啊？这结婚它本来就是一件喜事，你看古人说的天成佳偶是之一啊，共苦同甘不变心，花烛洞房亲接吻，春宵一刻胜千金啊。但现在呢，大家都被生活整得灰头土脸，还想着办法尽可能的努力赚钱养家，起床挤地铁，上班加班，点外卖回家睡觉，日复一日的领工资，还着房贷，然后结婚生娃，好不容易抚养娃长大之后，又循环我们这样的生活，直到死去。带花园和带泳池的大房子啊，你不用排队的医院呀，良好的教育和社会福利啊，这些普通人啊，他几乎是不可能体会到的。因为被生活压榨，所以总是寄希望有那么一个人啊，懂你的不易，关心理解。当你发现连这个人都没有的时候，最后只剩下了苟延残喘的活着。很多人问我啊，婚姻里面什么才是最重要的？不是爱情，而是生活，互相理解，互相包容，那才是好的感情啊，不容易，不要一点点亲手去毁了它。今天呢，咱讲点相亲市场上现实的东西。35岁以上的姑娘啊，我以后不收了，这是市场决定的。我记得我说过一期啊，希望女人能够早点结婚，千万别拖到30岁。哎呀，想想当时那个画面啊，我都觉得自己特别可怜呢，被喷的那是体无完肤啊，一个个的都跟拿那个霰弹枪一样，朝我发射，都不带解恨的。啊，有你管，宁可不嫁也不错嫁。女人过了30岁依然活得精彩，二婚带娃我也能嫁高富帅。行，维持你的最后的面子啊，你就做梦去吧。有一位大龄姑娘，今年是33岁啊。当年她很着急的来找我找对象啊，也就27、28岁，人条件挺好，在事业单位上班，有车有房，长得也挺漂亮。那个时候呢，还不到30岁啊，想认识她的男士呢也有不少。她说自己择偶要求不高，想找一个有眼缘，在事业单位上班的就行。这要求一听啊，像是呢不算太高的，可后来介绍起来是这儿不行那儿不行啊。给他介绍个身高170事业单位的，嫌男方出门走一起啊丢人；介绍个185做老师的，嫌男方啊太高太瘦的和骷髅架子一样；找个公务员给他吧，嫌男方姿太高不想被拿捏；好不容易啊找个个子也不错，长得也舒服，在国企工作的，又嫌人家太忙没时间陪他。好了啊，折腾了好几年，介绍了不下20、30位，不是他看不上别人，就是别人看不上他呀。今年折腾到33岁了，和我说后悔了。现在呀，不管谁，只要条件差不多就嫁了，想闪婚。这女人一旦过了30岁开始啊，相亲对象的质量确实是明显下滑一个档，一位不如一位。她还反问我啊，为什么我这边的资源越来越差了？姐们儿，你是心里真的没数吗？和你同龄差不多这类男人，人家都结婚了吧？那剩下那些屈指可数优秀的，都嫌你过了30了，人家还想找年轻的来。本来资源就不多，一堆女人还跟你抢，你还各种嫌。她说我这不是年龄大了，越来越不甘心吗？也不想将就的找个差的吧。嘴上告诉我没有什么要求，只要人好就行。结果呀，就想捡漏那1万度近视的高富帅，退而求其次，也要高富帅占2项以上。刺激的我是血压是上蹿下跳的。有时候啊，难得遇到个合适的，让他来看看，不是今儿没空就是明儿没空的，让他给气死了啊！错过了又是各种的后悔，想吃回头草，人娃都给造出来了，你说那话有啥意义呢？我说咱要是没合适的，那就看看离婚的吧，离婚有不少条件好的。他坚决反对啊，生气啊，说我未婚怎么可能要嫁给离异？行吧，那就再等等看看。前段时间啊，他家谁亲戚啊，就有一个比他小9岁的表妹结婚了，完了崩溃了，焦虑了啊！害怕自己嫁不出去，觉得自卑丢人，和我说闪婚，条件好就行，不挑了啊！好不容易给他介绍了一个同龄的170左右，国企管理岗硕士学历啊，男方条件很好，就是胖点。这俩人呢也谈上了，没出1个月呀，又拉倒的，这给我气的真的恨铁不成钢的那种感觉。嫌男方处处不主动，啥都得让他来做，吵架呀都不愿意哄他，听得我呀，他不哄你不会哄他吗？很生气的对我说，那不成，哄是男人的事儿。行了，我也给怼的是哑口无言，无话可说了。我现在呀，只要是一看他给我打电话，我那个魂儿在跑一个。
不是我制造焦虑啊，姊妹们啊，你们听我一句劝，女人一旦过了30岁，你会发现你自己的资源会越来越差。当然呢，男人也不咋地，只不过相对来说啊，女人过了30岁，这外貌体态变化就会很明显，生育价值也会相对贬值，这是市场决定的。你见市场上谁不想买早晨的白菜啊，又鲜又嫩的，那晚上的白菜你要搞个特价的，瞧你的还都是一堆老娘们儿。你优秀不假，你赚的多也不假。我也承认啊，太多的大龄剩女啊，拎出来都要比那些好多男人强。可这个市场呀，你要比的不是你的经济价值，而是性价值和情绪价值，这才是你的牌面。就是说你年轻漂亮有活力，性格好，对吧？你要是年龄大点啊，咱有点女人味儿，温柔点，赚的钱帮男人分担点压力也行吧。啥玩意儿都不愿意给，整个我的就是我的，你的也是我的，回家呀还得被你压迫着。这日子除非是脑子抽了风的极度爱你的人才愿意和你这样。女人最重要的是你的年龄啊，不要因为忙，因为想赚钱，因为想工作而耽误自己。聪明的女人啊，人早就从年轻开始下手了，主动扩大一下异性圈子。你不找啊，耽误的是你自己。后面别嫌年龄大了，找不到就行。你要是找到条件不错的啊，千万别作别闹，好好珍惜啊，早点结婚。错过了你哭啊，你都没地儿了。